陪护病房让患者无忧，未来将全国推行，住院花费会更高吗？人食五谷，焉能不病？生病住院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话题。正所谓一人住院，全家受累，为了照顾病人，许多家属不得不倒班请假，更有甚者直接选择辞职来全职照顾。他们在医院中忙前忙后，疲惫不堪。若是只是短时间还能咬咬牙坚持，但时间长了之后，自己也吃不消。住院带来的麻烦让许多人谈之色变。如今，医院推出了新的住院模式——无陪护病房，即病人住院之后，即使没有家属陪护，也依然能享受到专业人员的护理。家属不用再因为看护、输液、换药等各种原因到处奔波。这种模式减轻了患者家属的负担，让那些难以抽出时间的家属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尽管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模式，但仍然有不少人对此提出质疑。让外人照顾病人，他们会尽心吗？这种全程都不要家属陪护，收费得高到什么样？外人照顾我还是不放心，这是许多网友普遍的心声。网上对这种无陪护病房众说纷纭，这个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什么是无陪护病房？无陪护病房就是在病人住院之后，不用家属照顾，转而靠一些受过专业护理技术培训的护理人员来照顾。病人的吃喝拉撒、换药取药、日常看护等各方面都由他们解决。病人在需要他们的时候直接按铃，从住院到出院，全程都不需要家属陪同照顾。早在2010年，我国就已经提出过关于无陪护病房的试行建设工作，但当时各方面条件都还有待提升，因此并未发展起来。如今，无陪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。据调查数据显示，75%以上的受访者都愿意选择这种无陪护病房。目前，福建、天津、浙江等多地都兴起这种新的护理模式。无陪护病房的护理人员都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培训，相比一般的护工，则在医疗护理方面更加专业。同时，他们也会和医生、护士等人员定期分析病人病情，从而有针对的制定护理计划。不仅让家属更加省心，也因为更加专业的护理，让治疗的效果更加明显，出院的速度也明显更快。在有过无陪护病房经历者的采访中，不少人都表示比他们预想的效果要好很多，病人的恢复速度也更快，直接打消了他们之前的顾虑，并表示以后也会选择这种模式。如何收费？当然，不少人觉得本来生病住院就要花费一大笔钱，再要一个专业的护理人员，价格肯定难以让人接受。对此，医院有详细的收费标准。拿厦门大学附属医院来说，他们医院明确规定，3级护理无需收费，2级为120元一天，1级护理则需要170元一天。翻开其他地方的标价，其实也大多都在这个区间，最贵的标价也都不过200多一点，300元一天的都很少，在天津甚至单日可以不超过100元。另外，无陪护护理在很多地区都已经纳入医保体系，这无疑更加减轻了选择该陪护模式的负担，为担心天价陪护的患者家属服下一枚定心丸。有过住院经历的朋友应该知道，现在在医院即使请一个普通的护工，价格也普遍在200至300元左右。如果病人情况严重，则价格会更高。因此，相比于自己请护工，选择无陪护护理明显更加划算。护理人员的专业、3餐的合理规划以及24小时全天伺候，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，可谓是物超所值。医保的报销则进一步降低患者和家属的负担，即使每天花费100-200元，也有医保将大部分买单。这对原本就需要长期请护工的患者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有了医保政策的保障，就能让无陪护护理的成本大大降低，更多平民百姓也能享受这种新型的护理。这也体现出我国在发展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同时，时刻不忘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。当然，仍然有一部分人认为，虽然这项措施不错，但也会引起额外消费。
对此，医院明确规定，无陪护病房不是强制要求，患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是否需要这种服务。这也本来就是为完善护理行业一次探索，为的是将来人们在面临住院问题时能有更多的选择，得到尽可能多的服务。3.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式？我们都知道，目前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，预计在2035年时，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之多。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，国家、医院、子女需要承担的压力也更大。对医院来说，本来医护人员资源就比较紧张，大批老龄病人的到来，使原本人员就紧张的护士更加难以承受如此规模的工作，而护士也不可能对每一位患者做到家属般的照顾。其次，家属的压力也不小。我们知道，目前我国年轻一代大多为独生子女，除了照顾父母之外，还得照顾孩子。当父母生病住院需要人照顾时，就更会让孩子忙不过来。一家老小的生活需要开支，工作时间又与照顾父母冲突，不少人不得不倒班，请假来陪护，更有人直接放弃工作。不仅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，还要面临生活的压力。时间一长，自己本身的身体也难以支撑。护工的护理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不少家庭由于子女上班没有时间，遇到这种情况，短期还能请假照顾一下，但时间长了之后，也不可能一直待在医院，只有请护工陪护。然而，动辄200-300一天的护工费，时间一长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即使按每天200元的标准来算，一个月的费用也是大几千。结算费用的时候，甚至会出现护理费比住院费还贵的现象。同时，市面上的护工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护理知识培训，人员的护理水平也参差不齐。请护工竟成为一件碰运气的事，遇到好的负责任的护工还好一点，遇到不负责任的护工，不仅花了钱，也更加费心。有的病人家属虽然尽心尽力的服侍，但也不是很专业，对患者洗澡、翻身、饮食等各方面都不知道应该如何科学的处理，经常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。无陪护病房也能让医院更加方便的管理。许多家属得知家里某人生病之后，很多都会联系其他家属经常去看望病人。病房里一个患者，一群家属的情况经常发生。房里乌压压一群人，就连护士换药、检查、过路都成问题，更别说有的时候需要了解实时的病情。这种模式减少了患者家属的一些不必要接触，能有效的防止病房里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。据数据显示，无陪护病房的感染率要比普通病房低15%左右。护理人员专业，严格的消毒措施也让患者治疗的效果更加明显，恢复出院的速度普遍更快。无陪护病房的产生，不仅缓解了医护人员紧张的现状，也给更多忙碌的年轻人带来便利，能让他们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还能继续工作。对患者本人来说，专业的护理也让他们能更好的恢复。4.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。当然，尽管这种模式有不少好处，但也面临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。首先就是患者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，可能感到孤独、焦虑，缺乏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。另外，对于患者的一些生活习惯，相关护理人员也难以完全代替家属在一些生理、心理的需求。其次，专业的护理队伍也意味着对人员招聘的质量要求更高，这在一些医护资源紧张的地区，短时间也难以做到召集大量专业护理人员。最后，一些传统的思想认为父母病，守身旁，认为生病了就该由孩子照顾。对这种无陪护模式，短时间难以接受，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和理解。未来还需加强人文关怀，引入心理咨询、志愿者服务等，利用远程监控、智能呼叫系统等科技手段，既减轻医护人员负担，又能让家属适时了解患者状况，增强互动性，弥补患者情感需求的空缺，构建温馨和谐的治疗环境。同时，建立更有效的医患沟通平台，定期组织家属交流会，确保信息的透明与及时反馈。
进一步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，提高护理队伍水平，实现无陪护的高质量服务。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，鼓励无陪护病房的发展，并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力度，提高社会对该模式的认知与接纳度。通过国家、医院、个人等多方面共同努力，让无陪护护理成为完善我国护理行业的关键一步。结语：未来，随着社会认知的提升和医疗体系的持续优化，无陪护病房或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，结合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，无陪护病房有望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同时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情感与心理需求，实现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。